如果你觉得1999的画面很好看，而且不止好看，它给你一种独特的感觉，一种电影般的质感，但你又不知道如何具体的去描述这种感觉，也不知道这种氛围感是怎么产生的。你或许有去了解过酒的绘画风格，但酒其实并没有发明什么新的绘画风格。你去看一些类似风格的作品，感觉有点酒味，但跟酒还是不太一样。那么酒究竟在它的画面里加了什么？让画面呈现出电影质感和氛围感的正确方式是什么？以及为什么有些电影会刻意选择完全错误的方式，却甚至达到了更好的效果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蒙达里昂，今天我们来聊聊电影质感的秘密。电影质感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，但它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形容词，它包含一系列可识别的表达技巧和明确的美学特征，包括但不限于画面构图、光影色彩、镜头的景深、布景和运镜等等。我在海报鉴赏那期视频讲过，如果你没有专业的背景知识，你对一张海报最直观的感受来自于它的色彩，那么对于一个电影画面，你对它最直观的感受来自于什么呢？其实也跟色彩有关系，更加准确的说是色调。不同的电影会有不同的色调，不同的色调会营造出完全不同的氛围，传达出不同的情绪。这种感知是你在看到电影的第一眼，在你理解电影的具体内容之前就产生的，甚至在你看完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能保有深刻的印象。影响色调的主要因素有两个，光影和色彩，其中光影可能比色彩还要更重要。光是影像艺术的核心要素，电影级的布光非常复杂，成本也非常高。举个例子，电影《封神》的拍摄周期长达1年半，而他们前期设计和搭建灯光系统就用了整整5个月。《银翼杀手2049》在拍摄时更是用了多达2000盏灯来营造画面的未来感和科技感。可以说，对光影的使用是电影之所以是电影的核心美学特征。我们来看1999的画面。1999的画面并不是完全写实的，但给你一种很真实的感觉，不仅是绘画的质感，还有一种影像的质感。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对光线的使用。1999画面的打光非常细腻，你可以看到光线如何引导你的视线，如何渲染环境的氛围，以及塑造人物的气质。其中对人物的塑造是打光最重要的功能。你会发现有一些角色经常是大面积主光直接打脸上，让角色的面部清晰可见，但缺乏层次感。你会觉得这个角色比较单纯，没有什么威胁。这样的角色哪怕是在一些戏剧化的场景下，依然是大面积的平面光打脸上，哪怕这个场面很夸张，它依然不会给你一种很紧张的感觉。除非是在一些很情绪化的场景，才会去打侧光，用阴影去烘托角色的情绪。而一些反派角色则会大量的使用背光，让角色的面部处于阴影之中，去制造神秘感。同时背光可以凸显角色的轮廓，去制造压迫感。这样的角色哪怕是处于舞台上，处于视觉焦点，打的依然是背光，直到他不再是反派时才变成正面光。当然背光不是反派专用，任何需要制造压迫感的画面都可以使用背光。而一些比较复杂的角色会用侧光去让角色的面部更有立体感，更有层次感，让你看不透角色的内心。露西和亚弥的这个画面就是很好的例子，两个人处于同一个场景中，露西是大面积明亮的平面光，你会觉得这个角色很纯粹，而亚弥刚好站在了阴影交界的地方，脸上一半处于阴影之中，这个绝对是刻意的设计。这里涉及到布光的另一个概念，即光线的硬度。亚弥这里打的是硬光，你可以看到清晰的阴影边界，它给你一种强烈的对比和撕扯的感觉，体现了亚弥这个角色的复杂性。而软光，也就是大面积光源或者经过柔光板处理的光，通常会让画面非常柔和，用于一些温馨、轻松或者浪漫的场景。此外还有光线的颜色，或者说色温，色温会直接影响画面的情绪。比如凉月的这个画面打的是冷光，四周的光线被压暗，只剩下中间屏幕的光源，照射出角色的剪影，有一种清冷、孤独甚至是诡异的感觉。而另一个画面，周毛沙利独自一人，手上拿着带血的刀，表情严肃。如果这里打的是冷光，你大概会觉得这个角色陷入困境，有点可怜。跟这里的火堆没有关系，火堆也是可以打冷光的，但这里用的是暖光，而且不止暖，甚至可以说是炽热。高饱和度的明亮暖光，你会感觉这个角色身上的斗志和能量是无穷的。看到这里，你应该能理解打光对影像的重要性，但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讲，要应用电影级的布光还是有点太复杂了。而接下来我要讲的技巧，同样对画面的电影质感有重要的影响，但却非常简单，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简单拍个照也能用出极佳效果的技巧，那就是构图。最经典也是最好用的构图就是3分法。这个构图非常简单，也非常好用，好用到几乎每一台数码相机都会内置这个构图。如果你只想学一种构图，那就学这个，大部分时候都不会出错。这个构图就是把画面3等分，
然后把你想要重点突出的事物放在4个焦点上。你会发现大部分的电影画面都遵循这个原则，因为它最符合视觉逻辑。当你看到一个画面时，你自然而然的会关注这几个地方。使用3分法会存在一个问题，当你把事物放在这4个焦点上时，如果另一侧画面相对空白，没有什么内容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负空间，就会造成画面的重量感失衡。有2种办法可以平衡画面，第一种是在另一侧增加内容，比如加上另一个人，或者是一盆花、一棵树都可以，让整个画面的重量感平衡。第二种是人物的视线，让人物望向画面的另一边，也可以平衡画面的光感。当画面中存在多个人物的时候，你需要体现人物之间的关系，最直观的就是高度。画面中一个高的人和一个低的人，高的那个人占主导地位。这个高低不只是身高，你可以利用环境，比如其他人坐着，而你站着。这个画面里的卡桑德拉不仅是站着，他插手的姿势扩大了肢体的轮廓，加上光源的打光凸显了他身体的线条，进一步提升了他的存在感。又比如，你可以把人物放在楼梯上去提高人物的地位。如果你想让一个小孩子去跟一个大人平等的对话，那就把它放在楼梯上。除了高度，还有离镜头的远近，离镜头越近，主导地位越强。比如这个画面，艾吉奥的身高是最高的，离镜头也最近，体现了他在这个画面里绝对主导的地位。而 2.4 的这个画面里，图图的身高是最矮的，但他离镜头最近，离视觉重点和光源都最近，平衡了他的身高。你会觉得这3个人此刻是在平等的对话。如果你把图图放中间，立刻就会变成2个大人照顾一个小孩子，而不是平等的对话。构图的技巧还有很多，包括利用线条去做视觉引导，利用形状去做框景等等。但有时候规则其实没有那么重要，甚至规则是用来打破的。我们来看一个特殊的例子，这是电影《让子弹飞》的官方剧照。这个画面违反了几乎所有的构图原则，人物不在视觉重点，靠在了最左侧。前景深的镜头让背景失焦，导致右边变成大面积的负空间。更要命的是，人物看向了左侧镜头外面，这整个画面视觉失焦，重量感失衡，是个看起来很奇怪的画面。但如果你能避开所有正确的答案，意味着你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，所以这种镜头肯定是刻意设计的。比如电影《国王的演讲》里也有类似的镜头，用来表达国王处于一种窘迫失衡的困境之中。亦或者福利连动画里也有类似的镜头，用来表达角色的震惊和失措。但在《让子弹飞》里，张麻子干掉了黄老爷，他应该是胜利者，那为什么要给胜利者这样一个镜头呢？为什么要让胜利者处于一种困境和失衡的镜头语言之中？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，你应该能明白，他其实未必是胜利者，这个具体大家可以有自己的解读，但这个画面用一种错误的方式达到了一种正确的效果。所以规则重要吗？倒不能说不重要，只是重要的不是规则本身，而是你想要传达的内容。方法和技巧都只是工具和过程，它们不是目的。那电影的目的是什么？电影的目的是叙事，所有技巧和方法都服务于叙事。所以真正的重点在于你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，你要传达什么样的内容给观众。如果你没有故事要讲，你的画面就不可能鲜活。而一个有叙事感的画面，哪怕观众不认识这些角色，不知道具体的故事，依然会被勾起好奇心，依然可以浮想联翩。所以归根结底，电影质感的核心是什么？或者说任何创作的核心是什么？是在你举起镜头，拿起你的笔，打开剪辑软件，使用任何名为创作的工具和方法之前，你都应该先回答的那个问题：你究竟想要表达什么？